我宁愿死也不嫁给齐小迪。宁儿不要冲动，10年前小迪父亲救了我们许家一次，所以才给你们许下18岁成婚的诺言。你若毁约，会被人说是忘恩负义的。哼，我不管，这个哑巴我肯定是不会嫁的。你们再逼我，就是让我死。 18年来，你从未在外人面前开过口，世人皆以为你是个疯疯癫癫的小哑巴。殊不知，你只是被父亲喂下一颗灵种，18年方可成熟，期间一旦开封，便会遭天雷袭击。而今天则是18年的最后一天。小迪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可惜是个哑巴，还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哑巴。宁儿则是6品灵根的惊世天骄，连青云宗长老都准备将他收为真传弟子。两人却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夫君。 实在不行，就让悠然这丫头代替宁儿嫁给小迪吧。此言一出，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向后方的许悠然。作为姐姐，她比妹妹许依宁漂亮得多，可惜她是小妾所生，才处处都被大太太排挤。爹爹，我还想在您身边伺候您，求您别这么早就把我嫁出去。许悠然这样的大美女，嫁给齐小迪这样的哑巴，恐怕会毁了她一辈子的。悠然，我们许家也是好不容易出了你妹妹这样一个天才。 咱家的未来都在她身上了，你就委屈一下，替你妹妹嫁了吧。可是我，难道要爹跪下求你吗？爹，你别这样，我嫁还不行吗？小迪，你意下如何？狄大家子这是演了一出戏给我看，恐怕早就计划好让悠然当牺牲品。什么以死相逼的戏，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。就是可怜悠然这丫头纯真善良。 如此轻易就想当伯父，徐府照顾我10年，已经抵消掉我父亲当年的救命之恩。况且3年前家父已经驾鹤西去，所以婚约之事就此作罢了。难不成这小子终于不想赖在我们许家，准备走人了吗？那简直是天大的喜讯！你以为婚姻大事是儿戏吗？婚约是宁儿爷爷定下的，万一他游历归来，发现我们没有完成约定，我和你伯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要是真感谢徐府对你的照顾，就娶了悠然，大家从此就是一家人。 王应凤是铁心要把许悠然嫁给小迪，毁掉她一生幸福，以求为她亲生女儿提前铲除障碍。还真是，即便我今日不答应，等我走后，王应凤不定还得想出什么手段对付悠然。与其如此，一切听从伯母安排。悠然，快带小迪去量一身衣服，1个月后就给你们完婚。跟我来吧，刚好我也有话对你说。 唉，小哑巴，你不该答应的。他们只是不想落下忘恩负义的名声而已。等我妹妹进了青云宗，他们肯定还是会变着法赶你走的。看来这丫头也不傻。带着这些钱离开徐府，离开孤州城吧。那你怎么办？这里是我的家，他们对我再不好，我也不能走的。你快走吧，别犹豫了。到了外面多长个心眼儿，不要随便搭理人。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哑巴，他们会欺负你的。 知道了吗，小哑巴？悠然，你以后应该叫我夫君了吧？你说话了，你不是哑巴。我有说过我是哑巴吗？要变天了，你收拾东西快走吧。王姨要是知道你一直装哑巴，又要疑神疑鬼了。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娶你，从此保护你。别说大话了，你的灵根还不如我呢。相信我。 许悠然对上小迪平静而坚定的目光，心底涌入一道暖流。自从母亲去世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要保护她。傻瓜，那就拿着这些钱当娶我的聘礼吧。姨母，你怎么能把悠然表妹嫁给小迪这个废物？表妹跟我才是郎才女貌啊！哼，我的傻外甥，让他俩成亲也是为了给家族一个好名声而已。他们大婚过后，戚小迪意外暴毙，许悠然伤心改嫁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哦，我懂了，谢谢姨母。去吧，明天别忘了早起，姨母陪你去一趟检测塔，复测你的灵根等级。遵命，姨母。让我娶戚小迪用过的东西，真亏这个老女人想得出来。我陆征既然要，就一定要最好的。他敢图我太虚
做事时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在哪，我们都会这样。好恐怖的气息！还有他为什么说这棵树是太虚古族的？这不是父亲给我的吗？旋即高等心法寻龙经筑基后方可修炼。随着宿主实力的提升，神树将会结出更高等级的果实。他们许家镇族功法也不过是一本黄级中等剑法，这都已经是孤州城排名前10的功法，而玄级高等的话，足够引起天下大乱的。透明灵根，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，没有透明颜色的灵根呀。许一宁那丫头的灵根是湛蓝色，代表她有6品灵根，但传说中最高的9品也才是白色灵根，这透明的是个什么鬼？看来得去检测店确认一下。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哑巴，他们会欺负你的，知道了吗，小哑巴？悠然，你以后应该叫我夫君了吧？你说话了，你不是哑巴。虽然小迪体内的灵种已经扎根并且成熟，但他深知怀璧其罪的道理，所以在没有绝对实力前，他决定继续装哑巴。七小蝶，你来干嘛？和你一样，测试灵根。灵根这种东西天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你说你当个凡人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？何必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？征儿，别跟个哑巴浪费时间了。这次你好好发挥，只要测出3品以上的灵根，姨母就能为你在许家争取更多的修炼资源。时间到了，进去吧。还是老规矩，检测资质优异者能够获得对应的功法奖励。众人进入检测塔，塔中有许多单独的密室。由于小迪和陆征都是来自许家，所以也自然的被安排在相邻的密室中测试。看到光柱开始上升，小迪悬着的心终于能放下。他一直有些担心透明灵根是某种没有等级的废物。达到9品，史无前例的9品灵根。嘿嘿。自己到底算什么灵根呢？这检测了，又好像没有检测。几乎就在光柱冲出水晶池的瞬间，隔壁的陆征望着水晶池光柱，如同蜗牛爬墙一样，艰难定格在3品。快给我涨啊，混蛋！只有突破3品，我才能拿到许家的资源，还有我梦寐的许氏剑法。这是9品现世。 9品灵根现世的动静惊动了整个孤州城，导致检测塔周围聚集了许多家族的高手前来围观。我见证了神话，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传说中的9品灵根，这可是与我天机阁阁主一模一样的灵根啊！塔主，9品就一定是最强的吗？废话，9品当然是最强的，除非是那传说中的无极无相灵根，这种灵根比9品强千百倍不止，但那只存在于神话中，现实根本不存在。我是9品灵根，9品啊！ 不会吧？陆征检测出了9品灵根，他若有如此天赋，为什么吃了许家10几年资源，也不如许一宁的6品了？清风真经、七星剑诀，一本黄级高等心法和一本黄级高等的功法。奇怪，我到底什么等级啊？竟然给予了这么高的奖励！当初6品灵根的许一宁也才奖励了一本黄级下等心法，就没别的。不管了，正好神树给的玄级高等心法还无法修炼，就先用这2本突破筑基吧。 小迪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里面这是什么情况？陆征检测出9品灵根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许家一个寄养的外甥，居然比我还强！许兄，恭喜恭喜啊！许家主可喜可贺啊！许府出真龙了。夫君，当初我力排众议，把征儿接来许家栽培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是我有眼无珠，多亏了夫人你这个福星。 才让我们许家攀附上了征儿这个未来的绝世大能啊！多谢姨父多年栽培之恩，征儿不负期望，检测出了9品灵根。使不得呀，征儿，你可是9品天骄，伯父怎当得起你这一贵？快快起来！昔日自己在许家主面前一直慎言慎行，如今他却敬自己如天神，这难道就是俯视天下的无敌感吗？七小迪怎么？你不服？可笑！一个无灵根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清高？姨父，我要娶悠然妹妹为妻，你意下如何？这我已经许诺小迪了，你这不是让我言而无信吗？姨父，你可想好了，
我现在说一声我想娶妻，相信在座的很多家族都愿意与我联姻吧。那时候我可就是别人家的女婿了。许伯父，给不给得了悠然幸福，靠的是实力，不是嘴巴。我愿与陆征比试一场。征儿，你看如何？如果你赢了，我也能有个台阶下，也能顺理成章的把女儿嫁给你。看在都是在徐府长大的份上，给你一个与九品神灵根一较高下的机会。那就给你们3天时间，谁能在现有基础上再突破一个层次，就算谁赢，谁就有资格迎娶悠然。陆公子，在下秦长生，孤州城第一炼丹家族的家主。秦家主找我何事？为了恭喜陆公子，这刚炼制的10瓶炼气液送给陆公子，希望陆公子3天后抱得美人归。此物1瓶都价值无穷，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。秦家一下给10瓶，着实是下了血本啊！就是啊，10瓶炼气液，一头猪喝下去也能修仙了，何况是9品灵根的陆征。另外，我秦家所有店铺今日起禁止对七小迪售卖炼气液。这是赤裸裸的打压，摆明了帮着陆征抢人家的媳妇。希望你不会后悔。我后悔放弃你这个废物而抱住陆公子的大腿吗？家主，我们有必要把七小迪得罪的这么死吗？相信我，我一生行事谨小慎微，从来没压缩过筹码。有了陆征这个大靠山，秦家就等着飞黄腾达了。一夜之间炼气2层，我记得许一鸣突破2层也用了3天吧。不过还不够，要保护自己，保护悠然，还要更强才行。想要在接下来的2天内再连续突破的话，就需要炼气液的辅助。但性情那小子又不卖给我。父亲临终前让我把他随身携带10年的匣子埋在坟前，叮嘱我种子没有发芽之前不得挖出来，里面会不会有留给我的修炼资源呢？王姨，这是本月族中发给我的修炼资源，求你不要抢走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瓶炼气液你是想送给七小迪，虽然他用了也不会有任何精进，但是既然让我撞见了，你就别想得逞。王姨，小迪已经很可怜了，你们为什么这样欺负他？谁欺负他了？炼气液是我们许家的，他有骨气就自己弄去，靠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我们走。对不起，小迪，我真没用，我应该再小心一些的。傻瓜，我谢谢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？可那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了。放心吧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，快回去休息吧。然而悠然并没回自己的屋子，反而离开了徐府，向着郊外盛产灵草的云雾山而去。虽然那些灵草的效果远不如炼气液，但应该总比没有强吧。孩子，2瓶中品炼气液是留给你突破眼性境界的，但最重要的是底下那份功夫。为父只领悟到1点皮毛，勉强成为了2星魂师，希望你能超越为父，成为1名大魂师，如此你就有自保的本钱了。最后，这武匣是娘留给你的，他嘱托成为5星魂师后才可打开木匣的暗藏。加油吧，吾儿！原来父亲曾是一位2星魂师。魂师是这个世界最为尊贵的职业，他们可以施展出玄妙无比的灵魂神通，最主要是只有他们可以炼制灵丹。如果我也能学到1点皮毛，成为父亲那样的2星魂师，岂不是在这里都能呼风唤雨了？仅1瓶中品炼气液已经让我突破炼气3层，而且我对太乙魂术也略通1、2，看来得找点材料练手了。珍宝阁是孤州城除了秦家之外第2的店铺，由于没有如秦家可以提升魂力的法宝，所以只能炼制十分粗陋的药品，像下品炼气液这种高端货更是毛都没有。这莫非是中品炼气液？10年了，我竟然又见到了中品炼气液。阁下想交换炼制炼气液的材料，难道您是一位炼气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小人多嘴，大人请见谅。您这1瓶中品炼气液按市价可以交换10份材料，为了与您长期合作，小人做主再多赠你1份。可以，那就帮我交易吧。大人请留步，明天就是孤州城炼药世家的展示会，您若有多余的炼气液，能否在大会上卖给我们，让我陈家也长长脸？尽量吧，有机会我会来的。大小姐，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。你有派人跟踪他，并追查他的身份吗？小奴不敢呢。魂师最忌惮的便是遭人觊觎，惹他不快。
这样对我们来说得不偿失。很好，你处理得非常好，既拉近关系，也没有半点怠慢之处。若他能在展示会上帮咱们一把，咱们就能与秦家一争高下了。只要为了家族，到时候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愿意。找，快给我找！她可是我外甥看上的女人，挖地3尺也要把许悠然找出来。悠然不见了，早上还好好的呢，这都下午快天黑了，她能去哪里？这丫头该不会跑去给我找突破用的天才地宝吧？你们不要逼我，我会放手的。许大美人，别挣扎了，不然掉下去摔成肉泥，那就可惜了一副好皮囊了。快上来吧，我们只是想抓了你，向陆征讨要我们的赌债而已，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休想，我是不会相信你们的。拉他上来，我就不信他敢撒手。小迪，对不起了，这辈子嫁不了你了。敢杀我血福宫的人，你死定了！是谁来了？刚才3人，一个是炼气3层，2个是炼气2层，难道是小迪？傻丫头，谁让你跑来这里？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了，如果连你都离我而去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我牵挂的人了。我只想帮帮你。靠在小迪宽广的胸膛里，悠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，身心放松的他带着深深的疲倦，就这样睡着了。血福宫令牌，好东西啊！城主府曾发了悬赏令，杀血福宫1人可入城主府的灵池修炼1次，据说那里是迅速提升修为的好地方。悠然看来受到了不小的惊吓，还是不要叫醒他了。正好这里也没其他人，索性材料也都齐全，开始尝试炼制炼气液。受到惊吓的悠然，在小迪的守护之下，一觉睡到了天亮。而一边的小迪则炼制了1宿的炼气液。11份材料，浪费了3份，成功了8份。看来我比父亲更有天赋了。小迪经过1晚的尝试，炼制出了7份上品灵液和1份极品灵液。炼气4层巅峰，3天跳跃4级，这下与陆征的修炼比试应该可以稳了吧？不应该呀！9品灵根外加10瓶下品炼气液，一头猪都该突破了。或许是你急于求成，影响心境了。反正小迪1枚灵根，2枚炼气液，更加不可能突破，所以你也不会输。我没突破只是暂时的。再说10瓶炼气液已经让我精进到了5层巅峰，但那小子却一辈子都别想突破。姨母，咱们走，去大堂开始比试。小迪，输了也没关系，不要自责，知道吗？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嫁给陆征的，大不了就再死一次。我说过会保护你，现在、以后皆如此。许悠然，你死哪去了？想吓死我们啊？是不是？父亲是担心我的安危，还是担心你满足不了陆征的愿望，让家族失去一座靠山？你七小迪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一场注定结果的比试，什么时候开始不都一样？七小迪，比试的赌约你还记得吧？你如果输掉比试，那么许悠然就得……没突破，不应该呀！10瓶炼气液，哪怕是我这样的6品灵根，也都应该突破了才对。修行步步艰难，1年修炼到炼气5层中阶，又用3天精进至圆满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七小迪，看到没有？虽然我没有突破，但至少精进了，这下你服了吧？9品灵根再加上秦长生的灵液鼎力支持，你他妈就给我看这个！我家征儿是天上真龙，你一介地上的爬虫，有何资格讽刺他？炼气1层是炼气1层，你居然有灵根？炼气1层而已，你狂什么？征儿是突破5层，困难程度比你难上5、6倍。怎么回事？我都做不到3天突破炼气2层。炼气2层也不难，只能说勉强追上陆征的困难程度。
3天突破炼气3层，这是9品灵根都不可能的。七小迪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真龙又如何？9品灵根又怎么？悠然是我七小迪之妻，谁也抢不走。你得意什么？不怕告诉你，过2天天机阁的人就来接我进入天机阁了，而你呢，只是一只炼气3层的臭虫罢了。哼，天机阁之人来时，肯定会核实陆征的灵根吧？那时他真的还会再检测出9品灵根吗？好，你了不起，你清高是吧？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机缘，隐瞒到了如今。既然你这么有能耐，10天后给我准备好丰厚的聘礼，如果拿不出来，别怪我把许悠然嫁给别人。小迪，恐怕我那些散碎银子是远远不够了。王姨诚心为难你的话，拿多少他都会挑刺的。如果是以前，小迪也许会发愁，但现在他是一位可以炼制高昂丹药的魂师，而且昨日答应珍宝阁的掌柜之事，今天正好可以去办了。放心，悠然，有我在，没意外，我这就准备要去修炼了。你不要再随意外出了，知道了吗？去吧，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。老姐，你错过了真命天子，炼气3层在9品灵根面前其实不值一提。未来的陆征，小迪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。陆征再强，与我何干？七小迪才是值得真心托付的人。宁儿妹妹，谢谢你，未来希望你不要哭鼻子。那位前辈真的会来吗？不好说啊，魂师大多性格孤僻，独来独往，他来不来可真全凭他的心情啊。陈思玲心里也很着急，如果那位神秘魂师不来，这次展示会就成了秦家的独角戏，未来1年陈家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。秦家那件提高魂力的宝物似乎激发出了更强大的能力，秦长生已经成功炼制出了1瓶中品炼气液，虽然成功率只有1%，但也足够震撼了。大家都知道七小迪吧？不知死活的与陆征陆公子比试，被我封杀了下品炼气液的购买资格，想必现在已经输掉了比赛，输掉了自己的老婆。所以炼气液作为孤州城秦家独有之物，能买的朋友就赶紧买，等到没有购买资格的时候，想哭都来不及。秦长生，希望你最后下注。大小姐，是他，就是他。思玲参见前辈。前辈，这位是我陈家的大小姐，代父主持家族事务。你们能吃下多少炼气液？我陈家准备了10万两银子，按照市价可以吃下足足10瓶中品炼气液。前辈这个价格真的已经是非常公道了。其实我们陈家也是为了赔本赚吆喝的。你理解错了，我不卖中品。前辈，下品炼气液根本不足以与秦家争锋的，那是他们的爆款产品。我只卖这个。上品炼气液，2品魂师巅峰才能炼制出来，整个青云宗也只有1位魂师可以炼制。不想收购吗？前辈中品炼气液都要1万两银子呢，您准备多少出售啊？1万两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让秦家垮掉，能办到吗？秦家是吃错药了吧？竟然招惹了1位2品魂师。如果前辈可以长期以此低价供应上品灵液，整垮秦家又有何难？好，给我提供炼制的材料，现在就为你们大量炼制上品炼气液。诸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成功研制出了中品炼气液，售价只需13000两银子。全场顿时轰然雷动，中品炼气液本就是有价无市的东西，能买到已经是好运，贵一点也完全可以接受。诸位，我陈家也要宣布一个喜讯。这陈家丫头故弄玄虚，连下品炼气液都没有，还宣布个毛的喜讯。我们陈家今天开始将限量提供上品炼气液。真是上品炼气液啊！1瓶堪比5瓶下品功效啊！这可是青云宗弟子才能享受到的宝物，我们孤州城竟然也有卖了。大家别激动，上品炼气液至少价值5万两银子，你们确定自己买得起吗？这句话顿时让许多头脑发热的武者脚步一顿，面露尴尬之色。是啊，这个价格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。为了答谢新老客户对陈家的支持，我们宣布1个月内上品炼气液的价格是12000两银子。我买，我也要，傻子才不买。秦家主，刚才在你们这买的下品炼气液，我们都不要了，麻烦你退钱！退钱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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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钱！这怎么会这样啊？
陈家后台一个临时租下的房间内，小迪喝了口茶，颇为玩味的看着陈思玲。显然，二人的合作是比较成功的。前辈今天交易了50份上品灵液，这是您的50万两银票。明日我会再炼制一批上品灵液，你们提前准备好。前辈可否炼制一些下品灵液呢？想要彻底击垮秦家，就必须要在下品灵液上取代其垄断的地位才行。下品炼气液不是不能炼制，只是需求量太大，太费时间。为了这个影响修炼的话，显然不值得。陈思玲脸色略微有些不自然，因为小迪盯着的方向正是他的大腿。前辈，您意下如何？抱歉，我在思考要不要培养几个学徒，不过此事急不得，等有空再详谈吧。培养魂师学徒，要是陈家有了魂师学徒，便再也不用发愁了。只是前辈刚勾起我的兴趣，又马上将此事搁置。难道前辈是在暗示奴家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果然，天下男人都一样。李掌柜把破望水晶取出来，等前辈明日来府上，我要看一看他的真容。破望水晶是陈家的传家之宝，能够看破伪装。曾命小姐，不过魂师职业大多都是高龄且苍老无比。听说悠然订婚了，这些天一直忙着展会，都没能去道贺。掌柜，你明日去一趟徐府，请悠然妹妹来我府中做客。还有让她把未婚夫也一起带过来，我倒要瞧瞧是哪家公子摘得了她这颗孤州城的明珠。小姐恐怕要失望了，她的未婚夫是七小迪。那个一直寄居在许家的哑巴七小迪，他不是没有灵根的吗？你确定是他？千真万确，孤州城早就传遍了。不行，我一定劝他放弃这桩婚事，也要劝一劝七小迪，他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要吃软饭？不错，这正是血符宫令牌，你有资格进入阴云灵池修炼一次。跟我来了。在侍卫的带领下，小迪来到城主府的一角，此地有2间并排设立的密室。当他们来到时，密室前已有一个紫衣女子。炼气4层圆满的修为吗？小弟弟，你来晚了。来晚了？什么意思？阴云灵池已开放3年有余，其内灵气已经所剩不多，炼气4层以上想突破几乎不可能，除非你的灵根异常优秀。哦，来都来了，进去试一试吧，反正也只能修炼1个时辰而已。怎么回事？我修行的是我青云宗最高心法，灵根也是7品，同时修炼，灵气应该是留下我才对。难道对方的灵根远在我之上？想到这里，柳仙儿索性放下修炼，反正此地的灵池修炼对他来说只是上点地方，并不太感休息效果。汲取灵气速度这么快，莫非他就是孤州城新界检测出9品灵根那位？这次他是背着宗主父亲偷偷跑出来的，一向孤傲的他就是要亲眼见一见这位9品灵根到底有多优秀之处。突破了，死灵池灵气已然很稀薄，明明只够低阶武者突破用的才对。不愧是9品灵根，但以我的7品灵根和功法，也可以勉强做到这等突破速度。这样看来，他比我也强不了多少。一盏茶的时间，炼气5层直接突破到炼气6层，这就是9品和7品的差距吗？但他也到此为止，6层到7层是一道天堑。当初我花费整整用了半个月才通过。半个月，那是享受着整个青云宗最顶级的资源得来的，普通人甚至半辈子都难跨越炼气7层。炼气7层，不可能啊！我和他只是差了2品而已，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？都是同龄人，为何他如此优秀？柳仙儿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引以为傲的7品灵根在9品面前，竟然差了10万8千里。如今的他对这位9品天骄再也没有了半点不服气，有的只是巨大的沮丧。这位小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打扰到您了？打扰？这哪里是打扰，分明是打击。我叫柳虾，等你追上我的境界，我会与你一决高下的。拿着，遇到生命危险取出来即可。还有，你可别轻易死掉了。我怎么塌了？好端端的要跟我一决高下，还甩给我一枚令品。这个家伙还真是有趣呢。青云宗弟子柳仙儿，见过天机阁陈副阁主。柳丫头，你父亲还到处找你呢，原来你是跑这里来了。陈正道笑着说道，他与青云宗宗主曾是师兄弟，关系自然也是极好的。
看你过来的方向，是见过那位九品灵根了，如何啊？唉，他太欺负人家了。如何欺负你了？说来我听听。什么？1个时辰，普通的灵气池，炼气4层圆满跳到炼气7层。我是8品巅峰的灵根，但我的修行速度也不及你说的一半啊。哼，8品灵根不也照样打击？陈副阁主亲自去检验检验，不就知道了？反正我把青云令给他了，很好认的。9品能比我这个8品厉害那么多吗？我倒是不信你。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，你们谁是9品灵根？晚辈陆征见过陈副阁主。不错不错，一表人才，都起来吧。我就说，我秦长生一辈子就没有选择错过，报上陆征的大名。这小白天那个陈家丫头还拿什么跟我斗？小陆啊，你9品灵根的威力，我在路上可就听说了，就连青云宗那个冷冰冰的丫头都被你气扑了。青云宗的丫头谁呀？老夫也想开开眼，可否现场演示一下你运转灵根是怎样的奇景？天机阁的人要他展示自己，这早在他预料之中，只不过他早就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。陈副阁主能否换成切磋的方式呢？好啊，切磋的方式更能展示你灵根的强大。你想与谁切磋？七小迪，上次的不算，现在有陈副阁主作证，敢不敢再与我比一把？怎么比？画个路子出来，小爷接着便是。自然是武力比着。一批画呗。这么多年，这陆征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9品灵根不过如此。征儿，你是不是太大意了？陆公子，你千万别因为跟七小迪有交情就大意麻痹，陈副阁主可看着呢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将陆征的落败当做了意外之师。陈正道却微微皱眉，显然他也看出了不对劲。小子，你真是9品灵根，若是欺骗于我，可知是何罪？陈副阁主，晚辈对天发誓绝未欺骗大人，刚才是有些轻敌了，我愿意再战一次，证明我的实力。你呢？意下如何？随便，他赢不了我。姓戚的偷袭算什么本事？你给我跪下！陆征太想赢小迪来证明自己，所以出手间反而处处是破绽。小子，给我用这个重新检测一次。我不过是大意才输了2次，你们想要看9品灵根，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一双双质疑的目光狠狠刺激着陆征的自尊心，让他倍感失落。许正言，我本想带着许家一起腾飞的，可惜你们怀疑我，那么你们许家就不配随我一同学习。陆公子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啊！只有你是最支持我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后悔。这样，我那天明明检测出了9品灵根。征儿，你的9品灵根居然是假的吗？还好陈副阁主没有追究我们许家谎报灵根之罪，真是吓死我了。陆征，你这个该死的废物！秦家主，您别生气，你之前给我的灵药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前后我在你身上投资了30万的资源。3天内把欠我的钱凑齐送我府上，不然我就拆了你们许家。你这个祸害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许家没有你这种白眼狼。当家的，你就算赶走征儿，秦家主的债我们也得想办法还呀。七小迪都怪你，你比试的时候就不知道让着征儿一些吗？会些拳脚功夫了不起了吗？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样？你现在应该还指望我的聘礼来堵你外甥的窟窿。你敢动我？不错，3天内你把聘礼给我交出来，不然你就别想。为了你的好外甥，你最好闭上你的臭嘴，别惹我。好，你这2巴掌我记下了，我都要看看你从哪找来30万。小迪，你刚才是打爽了，但那可是30万啊！你上哪去弄啊？抢钱庄嘛！钱庄的钱也未必有我多呢。小迪，我的闺蜜陈思玲邀请我去她府中做客，还让我把你也带上。
谁？陈思玲，珍宝阁陈家那位大小姐。是的，正好这次聘礼的事情，我想请他帮帮忙。待会见了他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知道吗？或许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好好表现，是要我再多炼制一些上品炼气液给那丫头。悠然，要不你先去，我去买点点心再过去找你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速去速回。陈思玲很忙的，咱们不能耽误人家时间。前辈可算把您盼来了，咱们昨天的名声可算是打响了呢。现在咱们已经好多预定上品炼气液的客户了。很好，今天的40瓶上品炼气液都在这里了。前辈，这是40万银票，还有明天的50份材料。好，那我就明天再来。前辈且慢喝口茶再走吧，晚辈精心为前辈熬了一碗灵茶。哦。陈思玲深呼一口气，十分紧张的运转破望水晶望向七小迪，她心里暗暗期待。这哪是什么好色的老头子，分明是一位绝世天骄啊，而且年龄感觉都跟自己相仿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什么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小姐，看清了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？如果一定要为家族牺牲的话，可以考虑。小姐，许悠然许小姐来了。你这小女子是越来越漂亮了，快过来让本公子瞧瞧。呸呸呸，害不害臊呀你？你心情很不错嘛，肯定是遇到了好事，说来让我听听。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？就算对方很年轻，可他如此暗示你，可见是个心术不正的好色之徒。得了你的身子，也未必会对你负责。身为家族的儿女，哪有自由可言呢？即便我不主动牺牲，早晚也要被家族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。现在我委身给一个2品魂师还是高攀的呢，只希望他能兑现承诺，给我们陈家培养几个魂师学徒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对了，你的未婚夫呢？不是让你带他一起来吗？别提他了，说是要带一点礼物，就去买东西了。可是好久了都没回来，所以我就先来了。守时都做不到，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小姐，一个叫七小迪的求见，自称是许小姐未婚夫，让他在外面等着。思玲，他也是为了准备一点心意才错过了时间，你就别怪他了。让他进来，但30万聘礼的事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帮他，我绝不会允许他毁了你一生。小姐，七公子来了。你就是七小迪，悠然的未婚夫吧？我是悠然的好朋友，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这咄咄逼人的气势，怎么这丫头两副面孔，面对魂师的自己还很乖巧，这刚换了个身份就凶巴巴的。正是在下，姑娘请说。你迎娶悠然是真心喜欢她，还是想巴结许家，然后靠她吃软饭？许悠然露出哀求的目光，请求陈思玲不要这样让小迪难堪。现在的小迪可是身无分文，全靠许家养。5张银票全是1万面额的，加起来足足5万两，而且制式规格还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银庄。小迪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陈姑娘，可以问第2个问题了。就算你有点积蓄，但你保护得了悠然吗？外面的世界弱肉强食、残酷无情，你确定能保护她？你若是真喜欢许悠然，就放手吧，你保护不了她。炼气7层，这等境界，这样的年龄，放在孤州城也算得上是一流高手了。不是说他没有灵根吗？或许他早就在默默修炼了，只是我们都不知道。陈姑娘，还有要问的吗？陈小姐，你还有要问的吗？臭小子，你给我过来！我倒要看看你当着我的面还能不能威风。思玲，算了，说好的聊几句话，怎么动起手来了呢？别拦我，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他不可。我看到了谁？魂师前辈，这个哑巴七小迪怎么跟2品魂师一样？自己好闺蜜的未婚夫，竟然就是我准备现身的魂师姐。小迪，你看把思玲气成什么样了？快给她道个歉吧。不，是我冲动，是我冒犯了钱。七公子，七公子快请坐。七公子请喝茶。刚才还凶巴巴的，怎么一见了自己就变了人？
难道是给我许悠然的面子，不想跟小迪计较了？七公子，我听悠然说，许家主母在聘礼上刁难你们。我作为悠然的好哥们儿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我马上命人取来30万送给悠然，不用还了。大姐，小迪都还没开口管你要，你的矜持呢？回去的路上，悠然闷闷不乐。三人相处中，陈思玲竟然撇下他一个劲的对小迪献殷勤，这么多年都没对他这么热情过。你怎么了？陈思玲好像喜欢上你了，我从没见她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过。你可别胡说。小迪，你要是觉得陈思玲不错，就选择她吧，我不会怪你的，毕竟她各方面都比我优秀。傻瓜，陈思玲对我是什么心意先且不提，但我对你的心意还用说吗？这么多上品灵液，还有一本黄级高等心法。什么都不要问，这些你都尽快用掉，提升自己的实力就好。小迪又按部就班的找思玲来交割炼气液，加上昨天给的30万，他现在身家已经超200万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觉得不太踏实，毕竟那个老妖婆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居然是忘川豆，这种宝贝你也要扔掉？前辈好学识，连忘川豆都认识。可惜它是3品名药还原丹的主材，无人能炼制，所以我打算便宜卖掉算了。真是暴殄天物啊！既然要卖的话，不如给我炼制成还原丹，到时候给你1颗作为报酬，如何？前辈，还原丹是3品灵丹，只有3品魂师才能炼制，那可是青云宗宗主见到都要跪拜的大人物啊！有问题吗？您是3品魂师？练一下不就知道了。给我提供一间密室。思玲，快过来见见朱公子。朱夫人、朱公子，在下不便过来，请见谅。思玲休得无礼，什么事能比拜见青云宗的朱公子重要？哇！虽比许悠然的角色差一些，但也是让人难以抗拒的大美女啊！朱见深，青云宗筑基期修士，本就是孤州城朱家长子，这次下山也是特地来物色双修道侣，这才来跟其母亲挑选灵药当做聘礼。陈姑娘，您这是在……不瞒朱公子，一位魂师前辈正在炼丹，我生怕你们打扰到前辈。敢在我朱见深面前装神弄鬼，定让他原形毕露。陈姑娘，想必咱们珍宝阁最近出售的假药，就是出自这个歹人之手吧？你在说什么？不许你污蔑前辈，污蔑我珍宝阁的名誉！你拿出一瓶上品炼气液和我宗门正宗的对比一下，就知道是真是假。如何对比？这是象灵花的种子，只需要浇灌1瓶炼气液，长出1寸便是下品炼气液，2寸是中品，3寸则是正宗的上品。陈姑娘，该你了。2品魂师，我偌大的青云宗只有1位，此处之人定是冒牌货。等我拆穿后，也算拯救珍宝阁一次。到时候这个陈美恨不得。3息过去了，种子怎么还毫无动静？陈姑娘，还好我出现的及时，你们还不算被拖累的太深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多亏朱公子，您对我陈家有天恩呐。伯母您太客气了，我与思玲一见如故。动了，这颗种子动了。3寸是3寸，是真的上品炼气液，他没有骗我们。青云宗境内怎么会有第2位2品魂师？3寸半，我们家这位前辈竟然比青云宗的魂师还要好。不可能，估计就是对这上品炼气液略有见解罢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些像保养容颜的丹丸，但药香却比他们高级得多。陈姑娘，这位前辈在炼制什么药？他说他要炼制还原丹。传说中能够让人白发复黑、肌肤回春的还原丹。3品美容灵药，我要买，多少钱都要买。呀，你别这样，咱们不是来买上品炼气液作为迎娶悠然的聘礼吗？前辈，您炼制的如何了？这是你的。这真的是3瓶丹药，如此随意就丢给我了。小迪这次共炼制出了3枚还原丹，2枚下品，1枚上品。还原丹，
你爷爷曾经绘制的还原丹图案，我看过无数次，跟这一模一样。宝贝女儿，把它给娘，可以吗？陈思玲父亲身体不好，这位母亲当初为了和他争夺珍宝阁的掌控权，曾经闹得挺不愉快。没想到现在为了一颗丹药，竟主动示好。思玲侄女，我啊，前辈，你还有多余的丹药吗？这位是朱夫人，她儿子是青云宗弟子。青云宗弟子朱见深参见前辈。有什么事？前辈，晚辈倾慕于魂师一道，愿意奉出朱家所有家产，请前辈收我为徒吧。小子，你还不够格啊！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也敢妄图攀附前辈？就算你们宗主来了，也得跪拜。咱们小小朱家不是妄想吗？跟个小丑一样，惹了魂师前辈不喜，让自己的还原丹也可能泡汤。前辈，我儿子没见过世面，请您原谅。还原丹的事，能否请前辈您通融通融？小迪显然还是低估了还原丹的威力，这种丹药在女人，尤其是中年贵妇眼里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确实还有一颗，这样吧，举办一场竞拍，到时候价高者得，就交给你陈家去办吧。前辈放心，一定办一场轰轰烈烈的拍卖会。若是竞拍，我未必能得到此当啊！那些老女人们为了还原丹，怕是连丈夫儿子都愿意比给前辈。走，立刻回府，准备钱财。好。小迪，你听说了吗？陈家准备竞拍一颗还原丹，城里的贵妇圈都炸锅了，据说城主夫人都放话了，一定要拿下呢。难道你也想要还原丹？我哪敢想，那么多名门贵妇都争抢，我又算什么呀？我是想起爹爹这些年为了支撑许家，人都苍老了许多。他对你不好，你还惦记他，这就是你不愿陪我离开的原因吗？他是我亲爹，对我不好的是王姨，父亲只是忌惮王姨家的势力，才不得不处处由着他。好吧，还原丹会有的。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这可不是我能染指的。爹，你这是？这10万两是爹这些年存下的私房钱，本想在你婚后悄悄塞给你，可没想到你后娘提出那么苛刻的聘礼要求。这些钱你拿着，明日去一趟拍卖会，把那颗还原丹竞拍下来。你后娘现在都跟我闹疯了，非要那颗还原丹不可。悠然怔然不语，他从未想过父亲会关心自己，还以为他眼里只有妹妹许依宁。我想着，如果你们拿这个做聘礼，他再是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为了还原丹，他也得认。明天陪悠然一起去，争取拿下。我希望最终娶悠然的是你。看来这个未来岳父并非一无是处，只是为了家族利益，不得不更多关心资质较高的小女。只是真的有必要去竞拍自己的东西吗？掌柜的，我命令你把他赶走，他没资格参加此次拍卖会。悠然跟我一起吧，我们的位置可是前排哦。不要，你们谁都休想欺负我们小迪。许小姐是我家大小姐的好友，她的未婚夫怎好驱赶？他不走，那就是要我走喽。朱公子，请稍等，我这就去请示大小姐。你马上就会知道，在我朱家的威势面前，你有多么的卑微不堪。大小姐发话了，你听到了没？让你滚呐！让你滚呐！大小姐是让朱公子您滚。让我滚？你没听错吧？大小姐还说了，请朱家将前排让出来给七公子和许小姐。让你认识陈家小姐，敢欺负我们朱家。听说明日便是你向悠然下聘礼之日，我会带着我儿子也过去，看你用什么聘礼赢过我们朱家。真替你朱家捏了一把汗呢，他可就是你们母子二人敬若神明的绝世大佬啊！拍卖开始后，司灵并没有直接抛出压轴还原丹，而是准备了一些延年益寿的灵草、灵丹、灵液等物。贵妇们也十分愿意买单。当前菜拍品拍卖完，陈司灵已经净赚了50万两，这可相当于陈家过去1年的收入。这瓶还原丹我不多做介绍，请我娘为大家说明吧。
她是陈夫人，不可能吧？我们前日还见过，她哪是这副模样？她怎么可能是刘瑾？搞错了吧？天哪，我可亲眼见她吃下去的，当时只是年轻10岁，现在简直像是年轻了20多岁啊！20万，我买了。王应凤大吃一惊，他只准备了30万，觉得万一运气好，说不定能买下。40万两50万，60万，70万，80万，太疯狂了！一颗还原丹竟有如此大的魔力，100万两！杨你疯了！这个价位咱们朱家承受不起。你给老娘闭嘴！还有谁？110万七公子出价，110万两。七公子出价110万购买还原丹。七小子，你有钱吗？就在拍卖会上乱叫。贵宾有没有那么多钱？我们珍宝阁事后会与之核对。请朱公子不要扰乱竞拍。110万一次。120万，这么庞大的数额，对于朱家来说，也得变卖一些产业才能凑齐。130万，七公子出价130万。140万，你再抢，那就让给你了。朱老夫人果然有魄力，那在下就不掺和。好，100万已经是极限了，多出的40万可已经要了老命了。各位贵宾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了。雷击木而已，不算罕见，这也能算是藏品。诸位，这是家族亲眼见到一棵参天大树通了灵，一道五彩天雷降下，把它燃烧的只剩下这一截。家族认定它肯定与寻常雷击木不同。若是哪位贵宾觉得与它有缘，可以买回去研究一二。唉，看来这雷击木又要流派了。我未婚夫妻小迪愿出10万购买。悠然一脸不情愿地替小迪发声，他实在不清楚小迪要干什么。居然真有冤大头想买这东西，还是太年轻了。陈思玲是个商人，随口编造一个无从考证的故事，就信了他的话。七公子，你莫非看出了这雷击木的非凡？他能看出个毛线？不过是没坑到人，自己当了冤大头罢了。小迪，那可是10万两啊，咱就买一截破木头回去啊。小迪不动声色地用强大的灵魂力量探入雷击木深处，将肉里无法看见的一丝丝碧绿色的液滴滴了出来。草木之精是草木之精。炼气期突破瓶颈的神物，修饰到炼气6层后，炼气液作用就变得薄弱，而此物可以无视瓶颈，直接突破一个层次，即便是筑基期也有很大助力。娘的，外面100万两都难求一瓶的神物，他居然只花了10万两就得到了，早知道刚才就该给他开的价。这位公子，我郑家愿意出40万，只求1/3的草木之精。七小子，这一瓶给我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我还是喜欢我们之间有点恩怨啊！好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明天下聘一见真章。这小子得了这么好的宝物，为了让他报答我这个丈母娘，怎么也得为你分一些。要他的东西干什么呀？我自己的修为，我自己想办法。王姨说的对，这10年许家对我有帮助之恩，那就拿出1/4给许家吧。如此珍贵的宝物，前辈完全没必要理会这老妖婆的呀。你再有本事，还不是任我拿捏？让你瓜分，你就得跟乖儿子一样，马上给我分。小迪，你干什么呀？听你姨娘的话呀，我要报答你们许家。赶紧坐下修炼，看效果是否如传言中所说。3层突破到5层圆满，我感觉再有几日便可突破至6层了呢。许一宁心情复杂，这一切本都可以是自己的。他看向小迪，微咬着红唇，转身离去了。你如此羞辱我女儿，明日我要你好看。这里是1/4，送给你。这么珍贵，我不能要的七公子。此为雷纹灵木，最珍贵的可不是草木之精，而是它材质本身。行了，别客气了，反正你也没把小迪当外人。一语双关的话让陈思玲吓了一跳。悠然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。丫头，会不会你真误会人家了？不会，我非常肯定，他就是喜欢你。
不愧是草木之精，仅仅1/4的量就成功突破炼气8层了。参加拍卖会，上品炼气液还没有交给司灵，而且明日是下聘礼的日子，就未必有时间了。那就索性炼制1周的交给他吧。300多瓶，这么多。最近几天都有事，我就不每天都来了。钱的事，等你卖完这批再给我不迟。多亏小迪信任自己，不然300多万我还真拿不出来呢。你就是陈家千金？你们是谁？怎能擅闯我陈家重地？司灵隐隐感觉到两人的修为十分恐怖，尤其是那个男子，让他都有种窒息感。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，这位是青云宗宗主之女。晚辈陈司灵参见2位前辈。听说你今日主持了一场拍卖，鸭肉拍品是还原的，此事是否属实？回禀前辈，确实如此。炼丹之人，你可见过？他最近一直与我陈家合作，不过他的容貌、年龄乃至姓名，晚辈就不得而知了。比市面上的上品炼气液品质好得多，此人的确是3星魂师。姑娘，这位魂师何时还会再来？下次何时来，晚辈不敢确认。多谢告知，那就不打扰了。陈叔，如此人物，就算不收为己用，也该调查清楚身份才对，怎么能这样一走了之？你难道没有发现，这个陈家的小丫头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，流畅的有点过头了？那妮子早就准备好了答案，此前是故意应付我们。哼，守住，带走。小迪，我们真的能在一起吗？傻瓜，我说过会娶你，那就一定会娶你，谁都阻拦不了。要不咱们把草木之精分一份，送给后娘，让她消消气吧，不然我很担心她会极其刁难你。哼，狼是喂不饱的，给了他你所有的肉，他就会想吃你身上的。可要是不这样做，后娘待会儿发起疯来，爹也挡不住啊。放心吧，我准备的聘礼，王应凤包满意的。就算我当面再扇他几个耳光，他也会咬着牙说很满意的。朱家的人看来是到门口了，我们先去中堂吧。七小迪，不要有心理压力，我得不到的女人，你最后不也是得不到吗？闭嘴，你自己不争气，别以为小迪也是这样，他比你强100倍。他哪里比我强？他能给得了你什么，让你这么维护他？一个练性2层的丫头片子，也敢对我出手吗？现在知道小迪给了我什么？他不是炼气2层吗？怎么可以轻松打败炼气5层的陆征了？这些都是七小迪给他的吗？原来暗地里给了大小姐这么多好处。我做的不错吧？没必要跟一头败家之犬计较。哼，苍蝇吵的时候就该拿起苍蝇拍，拍他几下就安静了。七小迪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打算将我如何？我的9品灵根的陆大天骄。七小迪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母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你疯了！这个关头你刺激他干什么？小迪，休得胡言！你和许悠然的婚姻可是被王一峰握着的，惹得他怒极，你们这婚事准备吹。你记住我的话，我今日要是让你们2个成了，我的名字倒着写。放心，你会同意我俩的。亲家母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呀？这就是那还原丹的效果吗？可惜可恨，只有那么一颗，还被这个婆娘买走了。些许小事，小事而已。生儿，还不快过来拜见你的未来岳母，把聘礼单告诉岳母。金银细软，价值100万两；中品炼气液20瓶，价值20万；黄级下等功法1本，价值30万；下品法器1件，价值50万，合计价值200万的聘礼。真是我的好女婿，我家悠然遇上你，真是他天大的福气啊！七小弟，现在能不能把你昨天那股嚣张劲用在今天的聘礼上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配得上你的嚣张？你显摆完了，就这样了吗？那瓶草木之精你没用掉，还勉强有资格跟我一争，但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什么跟我斗？200万的聘礼你都看不上，我的七大少爷，你能给多少啊？行了，既然朱公子下了聘礼，婚事就这么定了，小迪的聘礼就不用拿出来了。少给我袒护他，他刚才是怎么上蹿下跳的？你忘了？今天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。
数数吧，11000张的面额，我也忘了是多少了。 270万，足足270万两的银票。朱公子，你们朱家还可以继续往上加，我等你们。朱家哪里还有钱财继续往上加？昨日的还原丹花140万，为此已经卖了不少产业，这200万还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。眼睛瞪得大就有用吗？要是没钱了，那就带着这些聘礼有多远滚多远。七小弟，你欺人太甚！轩儿，我们走。万丈，姓戚的，你在那得意什么？谁告诉你赢了？这桩婚事我做主，我还就告诉你，我就喜欢朱家的聘礼了。你现在就给我离开许家。夫人，你别糊涂，小迪的可是270万啊！我不管，他不是在我面前装杯吗？我现在就要破坏规则，我就要他们不能结合。别着急，老妖婆，我的聘礼还有一件没拿出来。都到这一步了，我还会自己打自己的脸不成？今天就算你拿出了仙丹，你也必须给我滚！仙丹我没有，不过还原丹我倒是有1颗。昨天那些贵妇都没准备，才让我娘钻了空子。这第2颗如果拍卖的话，价值将远超140万。此时此刻，没有人追究还原丹从何而来，注意力全都在还原丹和王应凤身上，大家都想看看他是不是会塌脸。既然你不想要，那我拿去拍卖好了。万丈，算你狠，你的聘礼我满意了。现在可以给我了吧？哼，不急，万一你拿到之后说是假的怎么办？所以还是让许伯父检查确认后方可给你。好，我就来查验一下。还原丹被我吃了。